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在这里要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的现金，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来观看本期节目的内容。下载使用甜甜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中得到涂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今天我们请到了武汉大学的陈明陈老师，欢迎陈老师的到来。作家新唐米娜老师，欢迎。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境。我最讨厌吵架了。谁愿意总是吵架呀？我希望他能包容我。为了他的孩子，我付出的还少吗？签个协议就是为了他对我的孩子好。这么不平等的协议，我说什么都不会签的。他的孩子和我，他只能选一个。不签那就分手吧。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协议呢？为什么不签就分手呢？似乎这个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看点了。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海38岁，来自黑龙江，餐馆老板；女嘉宾小贺25岁，同样来自黑龙江，是一名销售。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们俩认识多久2年。怎么认识的？是我跟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然后他开的饭店，他是老板。去过几次之后，然后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我俩就是总聊天。我是在那个商场上班的嘛，然后吃饭每天也是没有固定时间然后他就是做好饭了，打包好了，然后给我送去。然后感觉人也不错，挺好的，然后也挺稳重的。然后有一次他就开玩笑似的问我说：“那个。”你愿意做我饭店老板娘吗？然后我就同意了。那个协议到底是一份什么协议？能跟我们说一说吗？他情况挺复杂的，他是离异的，然后带了一个孩子，然后他就是。这让我来说吧，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今年38岁，3年前，我和我的前妻分了手，离婚以后孩子归了我。我开饭店的嘛，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完了我就把孩子送他爷爷奶奶家去照顾了。我和小贺认识以后，他为了讨好我吧，他说咱们把孩子接过来照顾吧。当时我父母就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己的老婆都没照顾好，他一个后妈能照顾好吗？我回来跟小我就不愿意听你说什么后妈他从心里根本就没接受我，他就不允许我接近他的孩子，因为当初我也是为了我俩感情能更稳定一点，然后我是强烈要求说他把孩子接到我俩身边一起照顾。那我出发点不也是好的吗？等于他想照顾你的孩子，对，你父母不愿意他照顾你的孩子，对，但是。也经过他的努力，我父母最终也同意了，把孩子带了回来。我在这儿先好奇的问一句啊，既然你那么在乎你的孩子，是吧？男孩女孩？男孩，12岁，特别在乎他的成长。我特别在乎我儿子。那为什么你不带他，让你父母带呢？当时我开饭店的嘛，从早到晚忙。当时我为什么和我前妻离婚？就因为他天天通过他的手机玩微信孩子上下学他从来不管。当时我的父母就看不下去，所以说我离婚以后，我的父母看我可怜。完了就把孩子领回去，说我们来带。所以如果我们按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这个女人爱上你之后，希望帮助你照顾孩子是个好事儿啊。我当时也认为她是好事，但是接过来以后又怎么样？当初接他儿子过来的时候，我没想到他儿子就是有可能是让老人带的，有点太顽皮了，总是就在我俩之间搞破坏。举一些例子，你那是诋毁我的儿子。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当时接过来的时候，我儿子需要什么你都给他买。我还说你别把孩子惯坏了。我给他买东西还买出错了吗？那你现在为什么你当时接过来以后，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的孩子送走？那你儿子是怎么对我的呢？他儿子在我鞋里边放蟑螂，还放毛毛虫，
然后在我的那个吹风机里边放面粉。你说这一个那怎么12岁可能的孩子呢？，那是不可能的。我儿子我特别了解他。不可能，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能去诋毁他吗？你绝对是在诋毁他。好，等于现在因为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或者你女朋友所描述的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对，你们俩的情感出问题了。对，那你们跟我说说协议到底是什么？他就认为我以后不可能对他的孩子好，啊然后他要求我把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在家就是全心全意照顾他孩子，每日1顿3餐，就是伺候他。更可气的是，他让我跟他结了婚了，就是不允许我要孩子。那不还是你做出的一系列的事情，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对不对？12岁的孩子，他回来以后，他确实对他很好，当着我面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和我小姨结婚呢？”这个小姨特别好，我非常喜欢她。她可以做我的后妈，在我面前说的，所以我认为你是在诋毁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你是当着大家面是撒谎，还是你儿子撒谎。你知道你儿子怎么跟我说的吗？怎么跟你说的？你儿子说了，你跟我爸爸在一起相处可以，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跟他结婚。那是不可能的，12岁的孩子，我感觉他从来只要我一说到你儿子，你就不可能。那我们俩在商量这孩子的问题，那你为什么那天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孩子所有东西？有一天主持人，我回到家以后，我忙了一天，我回到家以后，把孩子的玩具啊、衣服啊，通通收拾2个大箱子，扔到门口。我一进屋，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今天要是不把你孩子送走，我马上就走。当天我气急眼了，我一进屋，当时我脾气上来了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不跟我商量，你能不能和我商量商量？他当时他的感觉啊，没个商量，绝对没有能商量，要不我就走，要不你就把他送走。我当时气急眼了，轻轻怼了他一拳。你那是轻轻怼了我一下，胳膊都怼青了，还叫轻轻怼一下。那我当时也是气急眼了，我气得没招了。也就是说，因为孩子的问题，你向他动手了，是吧？对，啊，当时打得厉害吗？胳膊都青了。那我当时不也是气到一定程度？我打过你吗？我碰过你吗？你生气你就能我打人了。生气以后，那我过后我不也向你解释了吗？但是你呢？解释要是好使的话，你又怎么样啊？你回到家，他当时就跑了吗？回到家我跟他姐姐说，你姐姐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第2天带了3、4个人到我饭店的门口骂我，你一个38岁的大男人带个12岁的孩子，你不要脸啊！你勾引小女生。那我姐说的不对吗？我在那趟街上我开了5、6年的饭店，所有人都看我还得怎么继续下去？那我姐就那脾气，她去闹，那我也等于你的家人，因为你在他那儿受了气，你的家人去闹去了，是吧？对。因为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他说的那个协议，是吧？对。如果不履行呢？如果不履行就分手。你们能把这个协议详细的，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他是要辞去工作，对吧？刚才说全心全意来照顾我的孩子啊，照顾你孩子。对。然后你们俩还不能要孩子。第2就是这2点。第2，必须如果签协议啊，我俩就在一起；如果不签，那就分手。好，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了？他。其实还是我要来的。不是你要来干嘛呢？这1年多，我感觉我对小何的感情也付出了很多。有这个孩子在我们俩面前，就是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情感吧，但是我还想挽留一下。我希望那就协议不签了呗。这一点谁也剥夺了不去。在我心中，我还是那个孩子。协议签不签呀？协议还得签。好，我来问问小贺啊，这协议你签吗？我肯定不能签。这个协议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点？第2点。不要自己的孩子。对。就是你愿意辞去工作，也愿意全心全意的带他那个12岁的儿子，但是还必须得要自己的孩子，是吗？对。如果满足了你的要求，这协议你也签，人你也嫁，是这意思吗？只要他不要求我以后不要孩子，我就。好，我来问问为什么以后不能要自己的孩子呢？因为我感觉我再找一个女人，好像对我孩子会有很大的伤害，我不想我儿子受到第2次伤害。所以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讲，我想失去我的那份权利吧，来满足我的孩子。问几个问题，可以吗？可以。既然那么在乎儿子，为什么跟前妻离婚？为了儿子熬吗？我的前妻不干呐，我跟他就是我们离婚那天，他不照顾孩子，我天天在求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你能不能再等一等？等于实际是人家跟你离的婚。对。按理说，一个又在饭店里面辛勤工作的男人，又对孩子那么有责任心，为什么你的前妻要甩了你呢？微信用户玩手机玩微信，他在外面有人了。但是我不敢那么承认。好吧，明白了。如果在你儿子和小贺之间，你选择一个，你选谁？我选我儿子。小贺，如果让你选择是自己要一个孩子和抚养的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我自己亲生的。你不要孩子，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不，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人家不要孩子呢？
生育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你就给人剥夺了。就在这一点上，我不让步。如果你跟小贺有孩子了，这孩子是谁的？是我的。那你是那个孩子的爹吗？是。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爹吗？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呢？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不想再往下发生了。我不想再，我已经没有做到一个合格的父亲，我已经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了，所以我不想我的孩子受到第2次的伤害。明白了，听懂了。我是一个好爹，为了孩子我可以放弃一切，愿嫁就嫁，不愿意嫁就走，是这意思吧？但是小贺，你听我说啊，既然今天我能约到你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这1年多来，我为你付出了也很多。如果没有孩子，你在我心中比任何人也重要。为什么非得没有孩子，我在你心中才重要呢？关键问题是现在你有孩子呀。所以在我心中，那你还是选择你孩子呗。对，我还选择我的孩子。好了，3位老师，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吗？丘比特问卷。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你以后绝对不能生孩子，你必须做全职妈妈，你必须把工作全部辞了。任何一个男人在说这些话当中的任何一句的时候是拉不下脸来的，除非有自己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特别高贵的道德圣殿当中，能够把这些内疚感通通规避掉，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都不红，那个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爸爸，所有人都要为我这个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爸爸做那么多的牺牲，我都牺牲了那么多，你的牺牲凭什么不是？凭什么呀？你被你心目中一个深深的占有欲控制了。你知道你内心里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偏差是什么吗？刚才是主持人交流的时候，有一句话你是下意识说的。主持人问说：“你们俩的谁？孩子是谁的？”你说我的。你觉得孩子是你的，儿子是属于你的生命，老婆也是你的。所以既然是我的女人，为了我放弃一下工作又怎么样？不是，她不是你的，她是她的。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你的儿子也是一个12岁的人呢，他不是你的人，他是他的，那个生命是独立自然，你只是陪伴他走过最初的那10几年，履行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的生活要由你来过，你的生命的责任要由你来承担，他的要由他来承担。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正视他在生活中也许有很多小错误的时候，你该怎么教育他。否则我都想见得了，当你的妻子或者即将成为妻子的人在跟你说有蟑螂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你别。我儿子不会这么干，你知道吗？这句话一出来，你就唰画了一条线。你跟你儿子是一个世界，他是另一个世界，不可能有人跟你这么过得下去的人，你明白吗？你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爸爸，你也不是一个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他连个普通的爸爸可能都不是。这3年为什么会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那儿？我当时也没有办法，我怎么的也养我的孩子吧。我饭店离不开我，所以说就放到他爷爷奶奶了。所以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补偿对于孩子前3年爹不要妈不管？你是在想进行补偿吗？对，我感觉我亏欠孩子的太多了。所以你就打算用别人家女儿的幸福来补偿你家儿子？但是也是因为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在我心中产生了。首先，我得告诉你，我也是一个妈妈，我必须得说，小孩子是会骗人的，他一定会在吹风机里放面粉，因为可能你的女朋友都想不到这种玩法。但是我这平时非常乖，非常乖，我还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如果你带着一双昏盲的眼睛教育孩子，我不说你保不保得住爱情哈。可能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得到正规的教育，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你可能都管不了。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昏盲可能一路错下去，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去想你的儿子身上有没有错误的言行需要纠正。我再问你，你是要为了给孩子找后妈，还是为了找老婆？我为了怎么说呢，我现在也挺我还是为了孩子找后妈吧。你觉得他身上具备有后妈一切的素质吗？一开始的时候有。既然不合格，何必还要他签协议？你也是开饭店的，你也是老板，如果有一个员工不合格，你还会跟他签劳务合同吗？但是在我的心里，我还是放不下他。处了1年多，小贺对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对他这1年多的感情，我也付出了很多，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他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不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也有可能我一个大男子主义，我在这儿，我跟主持人说，我非常自私吧。非常危险，真的非常危险。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所有这些行为，连愧疚都没有，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刚才为什么你可以很坦然的跟主持人说，这一点上我非常自私。你的后面一句话是，但是我是为了儿子。你觉得后面那句话就能把你前面那句话撑起来，根本撑不起来。我们做一个假设，你的儿子将来会长大成人，他会遇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我可以跟你结婚，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所以我跟你将不会拥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你作为儿子的父亲，你会同意你儿子跟这个女人结婚吗？不会。那么为什么这个女孩要站在这里听你说这些呢？她爸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直接站出来对你说 no？ 我是扇一耳光。我是女儿的爹，我必须扇一耳光。以后要是有一个男孩突然跟我女儿这么说，所以这就叫以道德之名行自私之实，就这么简单。而且就算他今天改口说可以让你们两个人再拥有自己的孩子，我想你也当不好一个后妈。当你说你可以辞掉工作，全身心的做一个12岁孩子的后妈的时候，作为一个妈妈得告诉你的是，12岁的小孩你真没那么多事儿忙，你白天将有大把的时间在家里，晚上的时候小孩子要独立，作业什么的可能也都不需要你管。你在身边越多，他也许越叛逆，你们俩的矛盾就会越凸显。于是白天的时候你以泪洗面，晚上的时候你跟孩子闹，然后回到卧室去跟爸爸吵。你们接下来的日子是鸡飞狗跳的。我特别讨厌听到女人动不动说我可以为了谁做全职太太。你们想做全职太太只可以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放弃自己谋生的能力。否则你们一边又觉得在家里头需要伸手找人家要钱抬不起头，一边又怀疑自己的能力。你轻易的可以把自己的能力都扔到一边去的时候，我不认为你还可以做好一个母亲，特别是最难的后妈。所以他不合格，你的要求过分，你们俩最好转身都走掉，不要再来这么一套还希望在一起这一种事情了。这个男人站在这儿像诗人说梦一样，你听听他们之间对话的关键词：你儿子，你儿子，你儿子，我儿子，我儿子，我儿子。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你跟他的儿子相处的那么好，你应该喊他的名字，而不是说你儿子，你儿子。你处处都在标明说那是你儿子，而不是我儿子。而且你们俩在描述为什么还站在这儿的原因，有90%的时间是在说，因为这1年多来，我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你们两个人都尝试着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特别高尚的人，你是高尚的后妈，他是高尚的亲爹，你们俩几乎是一样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但高尚这种东西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好过一切法律，用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却坏过一切私刑。我不相信你一开始那么对他好是真的想对他儿子好，我觉得你是为了讨好他，当然也有对他儿子好的成分，但大部分你是在利用孩子，想尽快的接近他，跟他在一起，就像他利用你而不是做老婆是用来做后妈是一样的。他要求你说你要跟我结婚可以呀，你不能生孩子，你必须辞去工作照顾我儿子。你对他儿子的要求也是一样的，想要姐姐对你好吗？叫妈妈。我发现这儿子已经成了一种利用品，被你们俩利用来利用去。你利用他来建树你父亲的丰碑，你利用他来作为你接近婚姻的道具，这孩子太可怜了。我觉得你们俩在此应该向孩子道个歉，孩子得罪谁了，成为了你们互相之间的利用品。我觉得人家已经做出选择了，儿子和你，人家毫无疑问选儿子嘛，人家连跟你共同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你要干嘛呢？做个保姆去，什么都负责了，是吧？那是妻子啊，是后妈呀，还是保姆？你给我分析分析，她到底是个什么职位？妻子她不能生育，后妈儿子不管她叫妈，要捉弄她，保姆你不给人工资。你给他定的什么位？保姆啊，保姆，听明白了吗，姑娘？所以，当一段爱情里面掺杂了那么多私欲的时候，爱情还纯粹吗？我们还要保卫吗？时间留给他们自己。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今天来，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毕竟这1年我毕竟是有献出了
有可能我一个大男人吧，我非常自私，但是我对你确实是有感觉的。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台上，我听到主持人他们说，我放弃。如果你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还是不能要孩子。你的生活就是以你儿子为中心。对。你一直说我在你心里很重要，但是我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如果你要是非要坚持签那协议的话，那就分手吧。我跟你说啊，我特别恨你一句话，主持人他们一说，我就说算了吧，你又把责任推给了我们。什么时候你自己担责呢？我以为他说算了吧，我不要那个协议了，我们就好好。但是后面补了一句话是，但是你还是不能要孩子，心都碎了。对，来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倒也挺喜欢先生的这种坦诚的，反正我自私，我就把话都说在明面上，总比欺骗来得好一些。最后想说的是，在情感生活当中，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下去了，然后我真就感觉我就是一个不挣钱的保姆，所以我也没必要再在这个男人身上浪费时间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遭遇到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俩相处已经1年多了，我呢想继续留在济南，他呢就想在青岛，可是呢他就是非常的迁就我，为了我也留在济南。他父母那边呢就非常就是想让我们两个抓紧时间，1年多了，他这边呢就死活吵着，非逼着我非得见家长，可我呢就是一直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其实我真正的原因可能心里面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其实我还是真的不想太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如果接下来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继续再逼着我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俩还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这样一对年轻人，他们的情感之路去向何方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新22岁，来自山东，工程设计师；女嘉宾小青22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幼儿师范的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看到他们俩就想起年轻真好哈。谈几年恋爱了？我们俩谈快1年了。为什么来啊？今天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最近老是发生了一些矛盾，闹得彼此都是不是很开心。为什么闹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工作实习了，我想在济南陪着他工作，然后家长想让我回到家里工作，不放心我在这边，以为我骗他们找了个女朋友怎么着？因为我以前比较爱玩，我想让他陪我回家见我父母，他就是死活也不肯。你希望在济南陪他，所以你要带他回家去证明你是对的。对，但是他不肯去。对，那你为什么不肯去呢？因为第一我还没有毕业，面临着马上要实习找工作的问题啊。第二呢，我在济南这边发展的很好，所以呢，我一直希望留在济南发展。不是，人家不是说到济南吗？只是让你去他家里见见他父母，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啊？但是他当时他跟他父母说的是，我强留他留在济南的，是这样子的，夹在我中间，我里外不是人。后来我弄了一个骗局吧，然后就是让他见了一次我父母，也就10多分钟。啥骗局啊？有一次吧，我俩一块儿就是去逛街嘛，然后晚上了，然后我跟他说咱俩吃点饭就回学校吧，他就二话没说拉着我打车。我说你干嘛去？他说你跟我走就行了。当时我没多想没多问，我就跟他走吧。结果去了那儿一看，一打开房间门，他爸妈还有几个叔叔阿姨都在那儿。跟他说但之前我爸我妈来济南，我也不知道，是咱俩在外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来济南了。出于人之常情的话，我第一次见他父母，我还是跟他父母聊了几句。你跟我父母聊了那几句，你后来跟我使什么眼色让我把你给带走？后来我带你出来，你还扇了我1巴掌。我当时就在火头上，因为我之前我就很反感这种事情，我跟他说多少次，我不想见父母。见了之后也没吃饭是吧？吃了一点，当时。然后使眼色就出去了。对，我看出他不开心了，然后我妈一看着我真带一个女朋友过来吧，挺开心的啊。然后她也放心了，我看着赶紧带她走吧，我害怕万一在那最后再闹得不愉快。反正后来
出来之后他扇我一巴掌吧，我也感觉他是打你肩膀了还是抽你嘴巴？抽我嘴巴子，你就给他打啊？我妈已经放心我了，我能留在济南了，挨一巴掌无所谓，那么大小伙子。好，这也是过去之后，她有3、4天吧，然后不理我，也不跟我说话，然后就打电她闺蜜嘛，然后她闺蜜跟我说她妈生病了，她又要考试，然后没法看她妈妈。我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要回家一趟，我妈叫我回家有点事儿，然后我偷偷去了她家看她妈妈。晚上回来我还没等我到学校的时候，她在路上给我打电话，又跟我在那横起来。那你说这事我能不发火吗？本来我父母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尤其是他是专科，我是本科，本来家教就很严，他希望我找一个学习相当的。我专科怎么了？我从小我就学习不好，我感觉我上个专科我就挺不错的了。所以我也没有说你什么呀，至少我没有说你，但是我父母那边是这样，他不知道咱俩谈恋爱，你这样一意孤行的去了，我妈直接打电话。肯定还得让父母知道专科，提前知道怎么了。但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来不跟我说，任何一个女孩能不生气吗？不是，我觉得他都跟你说了，只是你没有同意，所以他一意孤行的做了。他不是没说，他没说。他有没有说过去你家？他没说。他有没有跟你提出来过说让你带他去你家？没有。说过没有？说过。哎，你这能忍得了啊？你不跑什么？你真能忍啊，兄弟！我们跑了一次，就这一次。真跑啊？真跑了。跑哪儿了？跑天津。跑我们天津来干嘛？过来找同学。就是我从车站还没有回到学校嘛，他跟路上跟我在那吵，我当时我就特不爽，我又不敢回来，我回来之后我俩又得吵，我寻思我出去避避风头吧。然后可是也没有你这样的，他一走失踪就是2星期，我打电话手机关机，发短信就是不回。那我在外边找我同学，跟我同学一块干兼职工作，我也没干什么事呀。但是你这样一直下去，从来就是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是已经形成你的习惯了。你明明知道我是很抵触的。我在这几天我也没浪费时间啊，我在这不也工作，也在这散心嘛。后来我不也好了嘛，我在这几天就是，反正我也想开了。就想回去哄哄他，以后回去好好过吧。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就当时买了礼物，然后回来找他。当时找他的时候，他在那玩手机，我就在他背后瞟了一眼，他就是在那玩 QQ 空间，然后就发现他有另一个 QQ 号。你有俩 QQ 号？对，我跟他承认了，我有俩 QQ 号啊。之前因为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啊，我其实打心里是不想说的。俩 QQ 号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当时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就说让我别多问了，就是一个男的，然后一个男的还能不问？他也不跟我说呀，我也不敢再多问。那你也得问呐，我怕他生气。我就是打心里不想说这件事情，也不希望他多问。是有男的是吧？有。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我有点想今天要不要说这个事情？或许今天我不在这个舞台上，我还是说不出来的。在2年前，我谈过一场恋爱。然后那是算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恋爱吧，彼此就是比较付出真心，因为我经常演出，那是我的一个舞伴，我们一起去北京演出之后，慢慢的就是有感觉，就喜欢上了对方。我们俩也是异地恋，就是他在北京，我在济南，然后平常都是靠视频啊、打电话什么的。就是2年前的一天，就是突然一场意外，就是他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就突然间去世了，对我打击很大。就直到现在，我是心里还是很触动的，我就不想去说这些事情。这2年来，我一直是晚上夜里一个人，就是跟他在留言板上呀留一些我想说的话，就是从内心里边说一些话，就包括我谈了男朋友啊，或者是我男朋友对我很好，买很多东西，我都会在空间给他留言，因为我打心里我感觉我已经放下了，我跟他之间就是还是很好，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很好，就是每当他说要逼着我见父母的时候，每次我要到空间给他留言的时候，每次当我打出这几个字，就是说男朋友要带我回家见父母，我总是犹犹豫豫的再把这几个字给删除，我还是说不出来，可能在我内心里边我还是无法忘记的。所以今天我把所有的全部都告诉他，我也希望他能够从内心里边去理解我，因为之前我俩一直很好，我也感觉到我们俩在一块儿，我能打开心扉的跟他去交流，跟他去谈恋爱。但是每当他逼着我见父母的时候，我还是做不到。可能主持人你内心你没有经历过这事情，你心里是感觉不到我那种感受的。我每天都是就是跟他就像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一样，每天我都在会给他留言，不管我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他说。但是每当触碰到这件见父母的时候，我还是说不出来。去帮他把眼泪擦了。
你天天跟他聊天。对。他去世2年，你每天都坚持，对吧？是。所以当你给他打到说我要去见我男朋友的父母的时候，你是打不出来的，对吧？或者打出来也删除了，是吧？你是在内心觉得说，一旦我见了他的父母，实际就意味着我要嫁给这个男人了，对吗？对。所以你现在其实还没有做好嫁给他的准备，对吧？对。那你跟他直接说呀，为什么不说呢？但是之前我俩的感情是一直很好的，就是除了他逼我见父母这事，我俩之间还是每天都很开心。之前不知道他说的这么一些，听完了知道了哈，知道了。听他说完这一些吧，我希望就是他能早一点走出迷茫，就是能够早一点跟我见家长。姑娘，到底是你的父母不让你谈恋爱呢，还是你其实不想见他父母？我不是不想见他父母，只是我感觉没有走到那一步上。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彼此的去了解，我们还年轻，才22岁，我只是不想那么着急，我受不了他每天都在那逼我，我受不了的是这个。那你有没有替你现在的男朋友想一想？如果你不见他的父母，就意味着他没有很好的理由留在济南，你们就要开始异地恋，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他可以回青岛，我不持反对意见，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他跟他父母是说以我也就是说他可以回青岛生活，是吧？对。你们俩可以分开，对吗？对。你觉得这样对他公平吗？但是他这样对我也不公平呀。见父母没什么呀，没让你们订婚。但是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这有什么呢？但是在我心里，这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什么正式的事情？见了父母的话，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跟一个故去的人，2年多的时间，每天都写，在我的心里，我觉得那是好深的爱。我不认为那是一件没有爱情的事情。怎么办？但是我们俩在包括我交男朋友，包括他对我的好，也就是说2年多你一直在跟2个男人谈恋爱。不是这样子的，这是2种爱。那怎么是2种爱呢？一种是在内心深底的，就是他走了之后，我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打不开自己的心。但是我对他的爱是那种不舍的爱，我对他的爱没有不舍呀。你说他可以回青岛啊？对呀，可以，但不代表我俩就此就结束啊！不希望他以理由来逼我。你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你能为一个你曾经爱过的男人，在心里跟他说了2年的话，你能为现在这个男人做点什么呢？只是作为他的女朋友去见一下他的父母，说，叔叔阿姨放心，我们在谈恋爱，仅此而已。但是我不可以吗？我想，那你能为他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我想知道你前男友去世的时候，你有参加他的葬礼没有？没有参加。你有见过他的父母没有？没有。他有提出过让你见他的父母没有？提出过。你当时是怎么想？我还是反对。你没有见？对。那么当他在医院里头，你为什么没有能够探望？我没有去医院。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知道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对。你一直没有来得及跟这一个男生正式的告别过。对。而且你还非常的愧疚，当初他希望你去见他爸妈的时候，你却拒绝了。我没有愧疚。没有愧疚。对。好。还是回到我那个问题，你能为这个男人做点什么？你不是爱他吗？对。爱是可以改变很多，对吧？你信这个吧？爱也能战胜很多，对吧？对。那为什么爱不能战胜你心里想的那一点点东西呢？你告诉我。我心里做不到，打心里就是做不到。对。我对任何一个人，我估计也做不到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来，丘比特问卷。的确，山东也好，河南也好，都还是蛮根深蒂固的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的确会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谈恋爱期间最好不要到男方家里去，而一旦去男方家里，一般来讲都会给一些礼物或者第一次上门的红包。一旦那个东西你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真的有他固执的一个操守在那里，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这个状态，像你这样的男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先经过爹妈，和什么事情都得靠爹妈，你拿什么养家和嫁给你？他凭什么要跟你去见？你连一份工作你都不能踏踏实实的给他做完。我想踏踏实实在济南工作，但是如果他不跟我见我父母的话了，我父母少来。如果他就是你留在济南的唯一的原因的话，那么算了，你没有理由留得下来。你都没有能力在这个城市待，因为我从小我比较爱闹，我自己如果我
就口说无凭跟我家长说，我要在济南工作，我家长就以为我会跟一些坏孩子在济南，而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份好的职业，哪怕你的老板替你打一个电话，或者是说你有一份合同可以证明给你父母看？除了带一个女朋友回家，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没有别的办法，是就这个办法。如果作为一个男朋友，你弱到这个地步，谁敢跟你回家呀？但是当时我跟我家长说，我已经找了个女朋友，然后说我想在济南工作，我家长就说那你把女朋友带回来看我。当时也跟家长保证了，我一定会把女朋友带回去的。所以你们俩站在这里，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是老师和学生。根本都不是一对恋人呐！我都不说前男友的阴影有多强烈了，他现在都没有资格做一个男朋友，可以跟他有那种小狗小猫的纯真的恋爱，但是一旦到有担当的时候，你还不是个男人呢，孩子。你什么时候能够拿着一份1年期的合同来告诉他，我可以1年不换工作了，并且把那份合同给你爸妈看，说我今年不能带媳妇儿回来，但是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我才会说服这个女孩子跟你继续交往。否则的话，我会跟这个女孩说的是，给她时间让她成熟吧。现在她还不熟，还要求你跟着她一起去做不负责任的事情，算了吧。我听你说那句话就知道你有多么没出息。我从小我成绩就差，我考一大专我算不错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不是说考大专就没出息，你那堂而皇之的那个样子，就感觉我爸妈给我这么些钱读书，我凭我的这智商，我能读到大专，我就算对父母负责任了。个臭小子！女方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而男方恰恰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就这么一个臭小子，想要把你心中那位走了的人取而代之，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你是一个很矛盾的个体。也许你家人对你的谆谆教诲，告诉你孩子，你要自重，你要矜持，你应该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又背叛这种仪式感。你为什么会找这个臭小子呢？因为过去太过沉重，而他恰恰能够给你带来一丝轻松，但又因为他的顽冥而不懂事，给你带来更多的相形见绌的烦恼，所以你对他也是矛盾的。我问你，你觉得你可以把他心目当中那个人取而代之吗？我觉得我可以啊，可以。你看，你说这话就更证明你根本不成熟，但是不成熟是你的年纪。我告诉你，你再强大，你也没办法跟一个死人去较真儿，去取而代之，不可能。你瞧瞧，你谈2个月的女朋友你就带回家。我虽然说对见父母没有什么太大的仪式感，就一定要接，或者接了就不离，但是见父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怎么能随随便便见父母呢？你太不懂事儿了。女生，你觉得他可以成为你的伴侣吗？我觉得我能够。你说实话啊，你在这说实话啊。我能够就是希望那个他以后就是不要再去做什么事都。不是，我是说，你觉得他能成为你心中的伴侣吗？你扪心自问。这个。他是你心里的那个他吗？只要我想我能从这一段走出来的话，我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去考虑这件事情。你还要这样说？你把你自己的事儿了了先不行吗？你需要多长时间能走出来？都2年了。你需要多长时间？你告诉我。这个我。你无法保证，你无法保证，干嘛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呢？你既然那么不想去见他的父母，为什么要早早的开始这一段？为什么呢？但是我俩之前还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都是挺为你从来，我告诉你，我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一点，你可能一定不认同。你从来没有跟他谈过恋爱，你从来没有。不是。你不用反对，这是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跟我较真。我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过恋爱，你还一直在跟前男友谈恋爱，但是我就是这样，你在跟一块墓碑谈恋爱，就这样。不是的，姑娘，你现在需要的是处理你跟你前男友的那个分离的情绪，在你心里还住着一个人，这个人也许会在你心里住一辈子，但是你的生活里总是要有一个新的人走进你的生活。
走进你的内心，你需要让你心里的那个人给新来的人腾点地方。当你还没有把心里的那个人安放在心里特别合适的角落的时候，为了对自己负责和对其他的男生负责，请你先处理好那段感情，再开始新的恋爱。男生，爱他吗？爱他。想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吗？想。回青岛，踏踏实实的干活，干出一个人样来，别再给他压力了，好吗？他自己给他自己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好了，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可能在这之前，你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一段故事。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太逼你了。听你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我希望你早一点从心里走出来。对于我和你的事情，我想我们再想一想。我也希望我能够尽快的从自己的心里这一段阴影走出来，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强烈的去逼我见父母，我还是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需要一段时间冷静。哎，事情挑破了，话都变少了，请亮灯吧。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看起来是一对小年轻啊，年轻人的恋爱好像觉得玩玩闹闹，没有想到女生的心里藏那么大一个疙瘩。我们会发现说，不是当一段恋爱结束的时候，真的就结束了，而是当你处理好了这段恋爱给你带来的快乐、烦恼，所有的一切情绪之后，你才可以打包开始新一段爱情。否则，上一段恋情总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那段感情。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这样的结果，我觉得是最好的。祝姑娘早日走出来，祝小伙子早日长大。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听他说完这一些。我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希望我也会好好想一想，然后像张扬老师说的那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涂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为了男朋友来到无锡发展，中间吃了很多苦。2月之前因为小事吵架，他竟然提出分手。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前几天又找我要和我和好，我该和他重归于好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付出的时候，你没心没肺；得不到回报的时候，你便撕心裂肺，痛恨对方为什么狼心狗肺，自己的一番好心当了驴肝肺。下一次在付出之前，摸摸自己的胸口，你是不是有心有肺？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的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聚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传递生活正能量。